那我们来看哦，说到这个比这个军事肌肉呢，外媒现在针对呢中共的93阅兵呢，他们也特地的剪出了一段影片哦。好，我们来看到呢，这是 CNN 他们有一个剪辑版的，当中呢就刻画说呢，就是看起来是让大家觉得很严肃啊，然后呢很壮大，因为你看到很多的军武啊，他们把一些精华的片段全部串在一起哦。那这是一个感觉呢，很像是。我以为在看一个什么电影的预告片一样，这样的形象哦。好，那这个阅兵呢，除了是 CNN 有剪出来之外呢，英国的媒体也说，好像大开眼界，因为呢，看起来真的是什么都有哦，在阅兵当中都亮相了。就是英国天空新闻的这位外交国防专家哦，他就提到说，尤其这个激光炮啊，他说，据说呢，这是世界上非常厉害的，一口气就可以呢把所有的这个无人机呢都给处理掉了。那中国人呢，一直就把这样的武器藏着，他说这代表什么？这是狠角色。另外是呢，澳洲的媒体也说，中国阅兵的冲击力太强了，那所以呢，不能够再只停留在过去的想象当中。另外是呢，也有这个国际安全的主任就提到说，中国已经不单纯只是跟风啊，或是照搬西方的这些方式，而是他们有一些自己的创新哦，像是无人机的技术水准呢，已经慢慢的在爬升。好，另外是呢，还有这个双座版的歼20在这里头呢，也是首度的亮相了哦。因为你看到这个歼20呢，是它抛出在它是一个全球首款首座的，而且呢，它在跑道上以及飞在天空上哦，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性能。那在这一次的阅兵当中呢，也是首度的，就让大家可以来近距离的看到歼20S 的这个起飞画面哦。而且号称说这一架呢，它还可以同时指挥多架高性能的无人机，所以呢，它可以变成是一个复杂的空战网络。另外是呢，歼20就可以成为是空中作战的一个指挥舰了。那同时呢，还有大家也看到啊，这个运20A 啊，运20B 哦，很多人说哇，好帅哦，因为你看到它光是出场的画面哦，这样排站哦，然后准备要来出场哦，大家就说呢，令人叹为观止哦，而且呢，就说呢，这看起来真的是好像有点什么，让大家觉得说很惊讶。另外是看完93阅兵啊，有人就翻出来过去的这个谈话，就说发现到当时耿爽曾经在联合国当中哦，他有提到一句话，他说如果中国有给俄罗斯军事补给的话，那世界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带你来听。China's exports directly fuel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and its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This support makes China the decisive enabler of Russia's war. 在此前的会议上，我已经多次回应过美方的谬论。今天我可以说得更直白一些，如果中国真的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补给，那战场的局势早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好，当时很多人可能还有点质疑哦，不过现在翻出来呢，就认为说，哇，原来他当时说的话是真的，不是随便说的。那也是因为现在呢，93阅兵的这样的场面啊，是不是也掀起了美国的焦虑呢？好了，我们来看到美国的防长哦，这个赫格塞斯呢，他就提到说，川普现在也已经要求要重建军队了，就是要恢复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威慑力。另外是呢，他也说，我们不会寻求和中国发生冲突，但是美国的任务就是要保障自己的战略计划，也就是说，现在整个要重新盘点从长计议吗？好，那论川普的心理阴影啊，我们来看在93阅兵之后哦，川普说第一时间已经发文表示祝贺了，他就提到说呢，这个希望中国国家主席及中国大陆的人民度过一个庆祝日。那而且呢，有点酸哦。他说，在你们密谋对抗美国的时候哦，也要带我向普京和金正恩献上最热烈的问候哦。不过，川普随后呢，面对媒体的询问的时候，他又否认了哦。他说呢，这个中国阅兵对美国实力没有构成挑战哦，更说不认为北京和盟友他们正在建立反美的联盟。但是话是这样讲啦，可是我们就看到川普哦，马上呢就下令了，说现在要把国防部改名叫做战争部哦，要让五角大厦可以更强。但是想要变得更强，这是改个名字就有办法吗？你这恐怕还是只是这个换汤不换药嘛，因为你内容都一样啊，只是改个名字哦。那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面对中国的无人机的威力哦，现在呢，美国有议员就提出要推这个天柱法。希望说未来我们要年产100万架
的这个无人机，就是希望可以和中国大陆和俄罗斯能够有抗衡的作用。好，我们先请教赖老师怎么看说这个93阅兵啊？其实外媒也都是纷纷的有些评论，很多人都说这个是大开眼界了。全世界都关注因为它的点阅率之高如果以点阅的人次，就说，例如说像我可能点阅了50次例如说我就有空我就看一下，有空看一下，它被点阅了300亿次，300亿观众朋友，你想想看，这是多么惊人的事情那央视直接播的时候就有10几亿个人，全世界都在看，连川普自己都说，他说他们希望我看，我确实看了，赫格塞斯也看了他们的讲话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压力之大他们感觉到震惊害怕。有一个人最具有代表性，那就是印太司令帕帕罗这位空军的一个司令，刚上台的时候狂傲得不得了。怎么样狂傲？我举一个形象性的比喻，他自己说的，亲口说的。他说：“我要让台湾海峡成为地狱之海，要让所有的解放军的无人战机，我用无人战机，我把解放军的所有的舰队都打到台湾海峡的海底。”你看讲话多狂傲这个狂傲完了以后呢，那这一次大家都问他说：“你看了93阅兵以后，你怎么讲？”他怎么说这也是他原话。他说：“我们美国不会被吓到。你莫名其妙自己讲，你不会被吓到，就是你被吓到了。因为他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我们正在想方法找对策。这句话没有人问你，自己就在找对策，对还没有找到，那就代表他目前还找不到对策嘛。这个才是最有趣的一个事情。印太司令讲出这句话来，那以台独的人来说的话，他如果要宣布台独赖清德的话，两岸之间爆发战争，美国到目前为止，印太司令他是负责主管的战区的司令，他到现在还没找到对策。赖清德想一想，台独的想一想，1450想一想，青鸟们想一想，印太司令还找不到对策再想一想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我要讲的就是说，这次你看到了海军装的激光炮嘛可是他还没有展示电磁炮但是所有的证据都已经证明了，中国大陆的海军的电磁炮已经发展出来了，而且已经经过很多次的测试，美国也证实中国的电磁炮已经出来了，电磁炮也是相当的威力，相当的惊人所以我想这个部分里面，我觉得大陆在这一次的阅兵，它展现出来最革命性的变化在哪里？就是过去它是跟随者，就是说我追踪美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前苏联的科学技术，所以它是追踪跟随。可是它现在翻转过来了，它是创新，自己研发、创造、制造，自己研发、创造、制造，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很明白，就是说，过去是我有什么武器，我的军人就去想我要打什么仗。例如说我的战略怎么设计，我的战术、我的战斗技术怎么设计，就是你给我什么武器我就打什么。但是以中国大陆目前的科技、国防科技，还有民间的科技，还有大学的这些尖端的科技的研究水平，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展现出它在国际之间展现出一个实力，就是我这些军人，我要打什么仗，我的科学家、我的工程师、我的军工企业就帮我生产制造出我要的那些兵器、那些武器，这才可怕。那所以现在其实我个人认为，现在对解放军来最严厉的挑战，已经是这些将军、这些战争的主导者，他们要思考的是，我怎么样的一个战争能够保全全身、保全自我，然后让对方遭到最大的冲击、最大的损伤。那这个才是一个未来中国大陆的这些将领要思考的问题。因为当他把这个战争的图像勾画出来之后，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就根据你的图像，他开始去设计制造武器。那未来中国大陆的武器装备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新，而且新到连美国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这次他已经展现出一个完全无人战机、直升机、地面武器、海上武器、水下武器的一个新战争形态的来临。美国目前还做不到我再说一遍，美国目前还做不到全立体式的无人机的战争战场，它还做不到
对，这样新的战争形态要怎么样来面对，来舰长？很荣幸的啊，那这一次我个人有受邀前往去观礼啊，也就是看这一场阅兵啊，那我们可以发现解放军已经不是像大家以前讲的美国做 PPT， 解放军把它实践，而是解放军已经部署了，美国还想不出如何做 PPT， 如何的来解决。那我们来看大家都认为解放军当天的那个士气很高昂那我在现场，我跟大家报告，我们6点钟到这个长安街上面，准备要前往会场的时候解放军已经就位了，而且呢，他们就位不是站在那边而已，他们就位是已经走过一次阅兵场，然后已经模拟过一次，然后而且沿路一直唱着军歌。那他也就代表他们士气非常高昂之外，体力非常好。那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各种新式的武器美国媒体如果你都跟不上的话，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小舰长会解释给大家听。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猎鹰1号，也就是这一个舰载的这一个雷射武器其实还有另外一款，只是大家没注意到，也就是这一个是反无人机方队里面的另外一个部分，它这个是真正反无人机的。可是我们可以比较出来你会发现说它的一个孔径差非常大。那也就是说，如果反无人机就这么小的口径就可以了，那为什么它要这么大？我们应该这样研判它除了反制无人机之外，除了这种小型的无人机，还有中高空的无人机，还有弹道飞弹，是不是它都能够反制？而且它用了这么大的一个载重车也就是给大家无限的想象，因为也就是它可以提供足够的功率那另外呢，其实这个是我们之前看到这个伊朗从解放军买到的这个神农盾，大家看到这个跟我们刚刚看到有关于这个反无人机方队的比较像。那实际上来讲，沙烏地阿拉伯也买过一套，那这一套呢，它还经过试射，然后呢还成功的把无人机打下来。那我们刚刚看舰载的为什么这么大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在071综合综合登陆舰上面，它其实这个位置也就放着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个雷射武器，然后比对一下，其实就是完全相同。那还有另外一种，其实这一次就已经部署在会场四周了，避免这个军迷直接把这个无人机拉起来，这个就是那个公园里面，它放在这个校乐场附近的公园里面，这个就是高功率微波，它可以直接的把无人机瘫痪，然后直接打下来。所以我们这样讲，它不是一个模型或者只是一个象征意义而已，它已经完全部署，而且已经在使用之中。来永平姐看了小舰长准备充分、专业解说，我觉得第一个我很怀疑于北辰那个将军怎么得到的，第二个请他应该要多看看这个小舰长，多跟他学习。他也可以看我们新闻大白话。对，公事包很重要，在台湾的军队里面，对，可是我们长官的公事包那个人会升将军。我们一方面呢觉得于北辰相当的荒谬可是呢美国竟然有一个鹰派的众议员，我觉得那个荒谬等级跟于北辰差不多这个人呢叫做哈里根，这个哈里根他要推一个叫做天助法他推一个天助法的那个法律各位要知道，立法委员、国会议员推了法律，你这个政府就有约束力，你就不得不做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事情他竟然想要提出这个法。他这个法要规定什么呢？规定美国国防部每一年呢要生产100万架这个无人机，100万架次的无人机呢，它才不会被中国大陆这个比下去。你想想看，第一个，他被中国大陆这个93阅兵吓到什么程度？第二个，真的好好笑你现在先不要讲说美国有没有能力每一年生产100万部的这个军事无人机，你没有订单，
那你生产出来，你要把它堆放在这里吗？像这种无人机的这种科技，你不要讲说你摆个3-5年了，你摆个半年、一年，你可能那个科技又精进了，又技术了，你怎么会觉得当代的科技是要去赶快生产一些？你也没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战争正在打。然后呢，你就要教大家一直拼命生产，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储存起来，然后到最后呢，又变成老旧备品不能用。大家还记不记得美国那个时候在拜登的时期，说要捐一些物资给我们，就我们那个国防部收到的都是不能用的啊，那就是美国有一大堆浪费钱的备品，就是有一大堆这种莫名其妙的国会议员在这边主张。那事实上，中国大陆的真正的武器生产的优势是什么？因为中国大陆的它的体系呢，再加上它的整个工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它的军民能够这个互换的这个体系非常的完整。像它生产军舰的这个大的造船厂，它也可以生产商用轮船啊。所以它从商用船生产到军舰，它可以互换啊。无人机也一样啊，商用无人机它的市占率占那么高，全世界市占率80%。那你现在要把它变成是军用无人机，也是马上转换，这是真正中国大陆的优势，并不是美国可以提法案能解决的。对，当然现在整个看起来世界的秩序呢，大家就要来重新讨论了。那现在呢，中美呈现的交叉之后呢，世界秩序是不是也因此而变了呢？我们就来看到现在呢，就应对川普的关税，我们都知道巴西啊堪称重灾户之一，所以巴西的总统顾问现在就说，习近平已经确认了，他们将会透过视讯会议的方式参加金砖国家的会议，而且会议的重点呢，就是要冲着关税而来。那当然就讨论一些世界贸易啊，这个多边贸易的等等的问题。当然西方呢，对于这个事情呢是炸锅的，因为我们看到呢，中国啊在2场的主场外交当中让世界都觉得说，就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所以 BBC 呢跟 CNN 也都集体承认，现在国际的秩序已经是变了，西方所主导的这样的秩序已经是迎来变化。尤其是我们来看到这张照片，就是莫迪和习近平还有普京3个人在上合组织会议当中的互动你看到3个人呢秀出来的，当然不只是看起来很欢愉的气氛啦，还有这其实是有一个象征性的意涵，因为呢它代表是什么？亚洲力量的重塑。好，所以呢川普就在白宫是不是因为这样呢有点恼怒了呢？他就大呛他说呢，不要说我再也不要说我没有行动了，因为他就被质疑到说对俄罗斯太软弱了。结果川普呢非常的生气，我们带你来听一下。You've expressed many times your frustration and disappointment with Putin, but there's no action since you took your office. Don't you worry that? How do you know there's no action? But don't you worry? Wait. What actions did you have you taken? I'm with Polish radio. Okay. How do you know there's no action? Would you say that putting secondary sanctions on India, the largest purchaser outside of China, they're almost equal? Would you say there was no action? That cost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to Russia. You call that no action? 好，你看到川普非常生气那他甚至呢还说，我就已经制裁印度关税啦，那这样还不叫做施压吗？他说这就是我对俄罗斯施压的一个重要手段好，但当然呢，川普利用关税当作是自己的手段之一，但是不是也不一定能发挥效果呢？现在中国再度回击，我们看到川普呢就提到说，如果不把产能转到美国的话，那未来半导体的关税将会相当的可观。好，那当然就被质疑啦，说那你接下来这样还要不要谈判呢？现在中国说那好，那我们也课美光通讯厂的反倾销税因为呢，美国日前不是撤销三星和 SK 海力士中国工厂的这个 VEU 的授权吗？所以呢，他们在2号的时候也对台积电的南京厂出手了。那大陆的商务部呢，就在4号的时候，同时说我们也要对美光的通讯厂商来课征反倾销税，而且呢，时间点呢就是即日开始，一直到2026
2028年的4月21号。那这个对于原产于美国的这个进口相关啊，截止呢这个波长位移单膜光纤呢会实施反规避的措施，反正呢就是会课以大概是30%以上到70%左右的这个高税率哦，这当然会影响到整个进出口嘛。那我们就看到啊，中国现在呢也是要自己持续来发展，尤其是在折叠机的市场啊，这个目前来讲哦，算是称霸世界市占第一的华为哦，它在折叠机上呢又再推出了一款哦，而且呢这一次啊，它一口气呢推出两个系列来让大家可以做选择，而且也很罕见的直接就公开了处理器的型号哦，所以全球啊都是欢呼哦，全场都欢呼哦，说这个呢已经打破了卡脖子麒麟晶片哦，时隔4年再度出现了，而且这次还找来了这个艺人帮他们代言哦。那这一款手机呢，号称它搭载的就是新一代的麒麟9020晶片哦，和最新版本的鸿蒙操作系统，这也要显示说呢，中国他们在这个实力上呢也是有所提升的，因为国产晶片加上自己研发的系统哦，这组成了一个麒麟鸿蒙完全体，意思就是说呢，未来不会受到太多其他西方国家的限制了。那尤其在中国的 AI 晶片上哦，现在说总收入规模跟海光资讯确实呢还有一定差距，但是呢现在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尤其是呢在 AI 上哦，现在中国的厂商呢左手积累产成的出来的商品，右手呢就储备关键的材料，也就是说呢未来它也不怕你的垄断。那印度呢现在呢也在庆祝说他们发展了第一颗国产晶片，当然规格跟性能哦，距离一些半导体强国是有一些落差啦，但是目前为止呢，当然他们还是在展会上哦有秀出自己的一些在晶片上的进步。好，我们先请教赖老师哦，怎么看说现在这个秩序的变化，就连呢 CNN 啊或者是这个 BBC 啊，他们都产言了。我觉得欧美主导这个世界的时代真的结束了，他们已经没有了啊。也就是说，2次世界大战之后啊，这些国家想要维持他们继续富有，他们要给这个世界制造一个阶级社会的一个世界，也就是说，他们永远富有，然后100多个原来被殖民、次殖民地的国家永远贫穷，他们继续被剥削。但这个世界原来第4小龙出来的时候啊，就已经有点改变了，但是因为4小龙经济个体太小了，那所以影响不大。可是中国大陆走向4小龙之路之后，中国大陆改变了整个世界了，那所以它变成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吸引力，而且它也很愿意把它的知识跟发展中的国家来分享，因此它扩大跟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那这样的话，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大陆的一个产品的品质质量之高，高到啊，例如说在电动车方面，现在目前排名第1的已经不是特斯拉了，而是大陆的各类型的，甚至连手机苹果的市占率也没办法再独霸全球了，三星也没有了。而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多层面的一种高端的智能手机，这个时代都已经来了。那如果以总量来讲，中国大陆的手机的总量在世界的占比额是高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总量，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不管是造船的、高速铁的或者是这个手机移动的车辆的，所有的甚至半导体都在改变中啊。那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我们留意到这个川普的贸易战，其实他已经给他自己本身也带来问题了，因为他目前来讲，例如说联邦的最高法院，如果到最后裁决他违宪的话，川普那内部里面就有问题了。那他在外部的问题里面，就是现在金砖5国要用视讯通话的方式要决定反击了。那如果金砖5国的国家这10个国家决定要反击的话，那这个对美国来说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力量，因为现在只有中国大陆反击，巴西没有反击哦。巴西是被课关税，但是巴西没有反击美国课高关税，印度也没有反击哦，印度是被美国课高关税，他没有反击。可是如果巴西、印度其他的国家都跟中国一样，你对我课多少，我就对你课多少的时候，美国就开始会承受到压力，因为美国的产品卖到这些国家就会呈现出很大的困难。我想这已经可能会在这一次会决定。不过我个人是认为这样子的这波兰的记者指责川普说他什么事都没做也没道理川普事实上有努力做他一手去拉拢普丁所以亲自
到阿拉斯加去热情的迎接普丁，说我们一起来解决俄乌战争的问题。那他另外一手在给普丁背后下重手，为什么呢？因为普丁的战争，他最需要的是经济上能够继续支撑他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没有国家的经济发展，他就没有力量去支撑这场战争。那他的经济发展最主要靠什么？靠能源，因为能源占他80%以上的经济体，而这个能源的收入，印度贡献多少？印度贡献45%。如果印度的这45%被砍掉，那俄罗斯很明显的就会少了45%的收入，俄罗斯将无以为战。我想这个道理就很明白了，因为他也很难再找到这么大的买家来买他的石油天然气，所以事实上，这个川普他下的这个印度的正手其实是有做动作，只是问题是会不会得逞？不会。为什么？因为印度每一年赚127亿美元，而它跟美国的贸易额只有400亿美元，因为另外400亿是不课税的，课税的400亿美元中，印度的利润估计10%，所以只有40亿美元。127亿美元对40亿美元，你若是莫迪，你会选择127美元还是40亿美元？对，现实就摆在眼前哦。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请教舰长怎么看中国的这2场主场外交？我们一般那大家聚焦的，也就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80周年的这个阅兵活动但是就在它的前2天，还有另外一个重中之重的活动，也就是上合组织的峰会在天津举办。那因为其实我们台湾转播的比较少那内容都是很片段的。那个时候我已经人在北京了我就看他们这个无论是央视的全国联播，或者是他的什么朝闻天下的这些节目他让我看到这个内容。第一个，天津真是做了非常大的华丽转身，而且呢，我们讲到说，大家一直认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阅兵也就是硬实力的部分。可是我们如果去看上合峰会，它是软实力的部分，甚至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夫人彭丽媛，那她带着所有的与会的这些各个领导人的第一夫人，然后去看看天津到底有哪些那个非物质的一个遗产，然后呢一一去体验。这个也就是中国大陆其实不仅仅是在这个硬实力上面，软实力部分也很重视。那不过我们刚刚这边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中美之间的黄金交叉，那当然是从中国的视角来看。那如果是从美国的视角来看，那死了，那就是死亡交叉嘛。这个也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部分那所以为什么会有人不断的提出来说，中美必须一战？其实也就是从这个观点，但是我们仔细的看这一次的这个阅兵的这一个仪式里面，大家都说这是一个这个都是小国什么，其实仔细的看，这个是全球南方国家，而且当初日本想方设法阻止中国大陆的邻国，例如说像东盟国家，但是这些国家通通都到了，甚至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当天的清晨赶到，为什么？因为这场盛会一定要参加。那我们讲到这个，也就是所有全球南方国家，大家都想要跟中国一起共同富裕。更多国际内容马上回来。新闻大白话，永平姐怎么看这个莫迪说庆祝首颗国产晶片？是今天星期五嘛，我觉得过去这一周呢，全世界的震撼就在于说，所谓的 New World 这个 Order新世界的一个秩序呢，
好像在北京天津到北京，在中国大陆就产生变化。那在天津里面最关键的就是莫迪跟美国因为关税的问题呢，所以现在变成跟中国走近了。那跟中国走近了以后先不要讨论刚才讲的这个军事或者是防卫面，你光就经济产业面来讲，其实2个大国人口多表示什么？表示你人才的比例也高嘛，本来就是这样啊。那再加上呢，印度跟中国大陆有什么很类似的地方呢？就印度人跟华人数学都很好，那印度人的逻辑跟数学又特别优。喂，你好，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作恒，来欢迎这一节要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赖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主持人好，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这个伟汉哥最近又谏言赖清德了。来看呢，他就提到说，因为赖清德在93这一天不是一直没有讲这个抗战吗？他讲的是中战所以现在就引发了很多质疑。那黄伟汉就喊话说，没关系，下个月就是双十了，双十这天还有机会因为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他在发文的时候就说，今年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中战80周年。那黄伟汉就说，错过93，那接下来他还有机会讲。不过呢，黄伟汉当然也是面对说很多人在质疑他监督在野党多于监督执政党黄伟汉也说他会检讨，所以呢，他说讨论的比例确实他之后要来注意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检讨声浪？当然有一个近期就是大家呢说名场面啦，怎么说呢？因为这个罗志强在接受黄伟汉的专访时，当面批评他说他没有尽到媒体监督的角色，更奉劝他别成为第2个李正皓意外的引起呢罗志强和李正皓2个人隔空互杠了。因为李正皓呢也在底下留言说，罗志强你是不是不好募款一直蹭我你也选不上但罗志强呢就反击说呢，最可耻的人就是他和于北辰，那理由是因为呢他们没有节操，而且呢是没有信念的墙头草。好，你看到2个人在隔空互杠。那现在呢还有其中一个人当时也被点名是罗志强，因为他用彭文正作为例子说呢，彭文正就不会就选择永远站在执政者的对立面那彭文正呢就有回应说，罗志强说的是事实，但是他也不会苛责黄伟汉，因为呢这就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啦。但是现在呢，如果想要大破大立是不是不能够再使用一些同温层的人呢？尤其很多人都被点名是这一次会罢免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请他们要赶快下车了吗？其中一个当然就是于北辰了。我们来看到这段影片今天我来给大家上国防教育课，我是于大将军。老师，大陆的93一兵看起来好厉害啊！要是他们的军舰要来袭击我们怎么办？没关系只要我们集中火力，先把一艘军舰打下，剩下的就会塞车，一台一台让我们打。那要是他们的无人机作战飞机呢？一发天弓，非弹拦截率70%，我们自己要发3发就是210%，一定能打到。那陆上无人作战机呢？没关系，我们控制陆地上的红绿灯，让他们一直红灯动不了，他们就打不了我们了。我要退学。于将军的精辟解析，大家都在笑。我们等一下舰长应该会有更进一步的说明。不过呢，当然现在网络上甚至还疯传一段影片，说于北辰被打了，一路打到走廊的影片。虽然说事后呢有证实这个是声位技术变造的，但也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他的仇恨值到底有多高。好，另外还有一个人呢是沈伯洋因为沈伯洋呢最近呢大家这个罗列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那另外就是呢，他不是才说他质疑他可能被偷拍说是谁偷拍他呢？当然暗示是不是有其他势力所以徐小新呢就在旅游的时候遇到事情，他就偷偷用沈伯洋体来回报所以呢网络上也笑翻了，说你这在偷臭同事吗？因为呢徐小新就提到说他在吃早餐的时候发现怎么吃到一半我的炒饭还是没有到，甚至呢这个桌上多了2包泡面，但是我根本就没有要点这个这种事情常见吗？这当然就是在暗酸沈伯洋另外是呢，还有这个网红也惊爆说呢，习近平一定是在监视沈伯洋，为什么呢？
理由是不想要错过任何的笑话哦。好，这是网红 Chip 他就说，习近平一定有下令啊，因为呢没有办法错过任何一则有关于沈伯洋的事情，不管是他上政论节目啊，还是他的发文啊，习近平呢在他的办公室里头一定是看到都鼓掌叫好啦。那另外一个还被点名的当然就是王一川啦，这个也是名场面啦，因为我们都记得吧，王一川呢在机场巧遇徐巧芯哦，就甩头就走人的事情哦。好，那另外呢是你看他在这个徐巧芯呢也有被说这个遇到偏绿媒体人呢，他怎么就很开心的合照，所以马上对比起来哦，这个风度啊就立刻涌现。我们来看一下当时这个画面。我拒绝跟徐巧芯合照，谁说我没有度量？我的肚子这么大。好，这个摸摸肚子呢，就是在哭手啊，在酸这个王一川哦，甚至现在大家有很多的二创梗图，还有人用这张截图呢，说这叫什么？这叫做心灰意冷哦。网友的那个创意都非常的厉害哦。好，我们先请教永平姐哦，怎么看说呢？伟汉哥他现在再度建言赖清德啦，说呢10月10号他还有机会哦。好，不过在谈到黄伟汉之前，我实在是必须讲一下我的心得。就是呢，在大罢免这个的时期啊，莱尔校长这件事情一出来哦，好像呢造成了一个大罢免大爆发的创意的样子。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726以后到现在，你看今天讨论都已经9月几号了，事实上我们都还看到各式各样的好有趣的，对这个动画影片，而且这个动画影片呢，已经从南方公园风、宫崎骏风、阿基斯系列，这个辛普森家庭风，竹繁不及备载，对，真的是各式各样的。我真的必须说，我每天最大的乐趣呢，就是要来上节目之前，我就赶快先 YouTube 搜寻一下手漫画，自己先哈哈大笑几声呢，这样来面对这些题目就不会太严肃。那黄伟汉的事情，说真的啦，他最近大家这么关注他的一言一行，跟罗志强跟他的那个非常有名经典的这个吵架情境非常有关哦。可是我这里我想帮这个罗志强讲几句话。确实，我们做政治人物的人哦，尤其有参选经验的人，我们都会很注意的。不要跟媒体记者起冲突，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跟媒体记者是属于2个不同的领域的，所以有些人也觉得说，罗志强，你为什么要对黄伟汉这么的严厉哦？那你是不是这个？你如果不喜欢他，那你是不是就不要上他节目就好了？我觉得罗志强应该对黄伟汉有很复杂的心情吧，因为他们是蛮好、很熟的朋友，认识很多年。因为黄伟汉在罗志强担任马英九的总统府副秘书长的期间呢，他是跑总统线的记者联谊会的会长哦。其实那个时候，黄伟汉我们在国民党圈子就非常的认识他，他其实跑来对，然后更重要是像罗志强这种，他是虽然比较有点兼发言人性质，他要跟他互动很多，对，所以他会有一点，他为什么会很受伤？因为他是觉得他是一个莫名其妙被不公不义的栽赃抹黑，然后莫名其妙就要面临罢免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受害者。你知道那个罗志强那时候跑的有多瘦，而且他到后来他眼睛出状况，他那个在跑最后行程的时候，我们去看到他都非常的不忍心，他都要戴一个墨镜。所以在那种身心都非常的崩溃的时候，他在电视上看到他的好朋友在预测这个被罢免的时候，竟然还就是用一种很轻松的心情，好像都不体谅他的处境，他一下子那个情绪就受不了。所以我真的奉劝，不管是在政治界还是媒体界的人，不管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啦，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顾一下朋友的交情。那至于黄伟汉呢，不晓得从曾几何时，他开始觉得他跟赖清德总统有一种默契，所以他好像觉得他讲的话赖清德会听。但是这个赖清德现在会听吗？重点来得及吗？是我就觉得非常奇怪啊，就是说你可以说你今天给赖清德建议，可是你给赖清德的建议，这是你的角色吗？如果他是一个民进党的立委大炮型的立委，像王世坚这样，那我觉得他给赖清德建议可以。
可是他做一个媒体人，当然啦，也不是说不行啦，只是说他为什么自己会变成这种角色？那这样不是就会更加的渲染很多人对他立场的想象吗？哈。然后另外呢，他的这个建议说啊，哎呀，你这个在抗日胜利80周年呢，你确实讲错话了啊，你没有站在中华民国的立场，可是你有机会啊，你国庆日可以啊，可以吗？主持人刚才问这很好的问题啊，国庆日是在讲什么？在讲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庆，生日快乐啊！你不逮波及，到时候说对不起啊，这个顺道一提，这个我们对日抗战80周年呢，今年应该也很值得纪念跟重视跟庆祝，他可能吗？就说你要他这样子凹，那你不如请他。其实我觉得现在对赖清德最好的建议就是说，赖清德你要了解，你所在的你所被养成的台独的小圈圈呢，它其实在中华民国在你现在在的台湾并不是多数意见，甚至呢，你所运用的去中华民国的史观支持日本的中战的史观，连你在的民进党里面可能都不一定能够过50%的意见，因为我昨天在另外一个节目才刚跟民进党的一位议员同台，他完全跟赖清德的看法不一样，他完完全全是中华民国派，所以你在这种状况底下，你今天40%，你已经是少数执政，结果你在民进党内的议题，你还可能只有我们算它50%好了，那你40的一半，你岂不是剩20%的总统？那你这样你要跟下去吗？你有办法撑到你的任期结束吗？我觉得赖清德其实应该从这个角度思考，如果他愿意听我的意见的话，对，前提要听进去。但问题是，现在这好多人都说还没下车啊，这些人都还在车上啊，这样有办法挽回民意吗？不容易了，因为赖清德的个性固执、己见、刚愎自用，你要他去改变他的方式，像听永平姐的意见啊，这不容易了，也不太可能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维汉我们讲的个性比较温和而且是多年认识的朋友嘛，所以我一直不忍说任何重话我不是从政人士，我不怕媒体记者但是我觉得不忍说重话，但是我就变成是2次的都说了，那就代表说我的观察里面觉得他有变然后他的重心放错了，那他为什么会放错？那也就是好像是在讨好执政党了。为什么？因为国民党在立法院只比民进党多1票，国民党本身没有办法通过任何议案，他没有政治资源，没有政治筹码，文武百官的任命权不在他手中，预算案不在他手中，预算这么庞大的预算的决定权不在他手中，支配权不在他手中，重大的政策的制定权不在他手中。国民党基本上来讲，他手上的筹码资源不多，但是你一个媒体人，你却对国民党的监督批判火力这么的多，而且呢意见这么的多，比重这么的大，不对，这是很明显的不对。你应该要把80%到90%的力量放在执政党上面，甚至最主要是要放在总统、行政院院长跟民进党执政党上面，才把少部分的力量放在在野党，因为在野党什么都没有了嘛，所以所有的好的东西，所有的富的东西，非自治东西都是在执政党手中。你一个媒体人怎么会去监督在野党，而不把重心放在执政党？你今天要深刻检讨，我赞成，但是我们就开始要算比率。你说这个不符合比例原则，我也赞成，但是你维汉你要说到做到。10分里面你8分要放在监督执政党、民进党、总统、行政院长跟5院院长，还有就是立法院，你只有2分要放在这个在野党上面。我想这一点维汉你要说到做到，这一点我们监督你。第二个呢，因为这是你自己说的嘛，所以现在换我们来监督你。第二个呢，就是你建议这个赖清德双10还有一个机会。那双10不要忘了，双10是我们国父领导的革命党国父领导的革命党推翻了
这个政权满清政权，然后建立起一个民主共和国。不要忘了，我们是一个中国，我们是中国，所以双十是纪念我们新中国的产生，新中国的诞生。那在这一点上，你要监督赖清德，一定要说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赖清德没有听你的意见，麻烦你火力全开啊！这一点暐瀚你要说到做到。如果赖清德在双十国庆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把我们正确的历史观讲清楚说明白，麻烦您好好的火力全开监督赖清德，火力重炮攻击批评赖清德。暐瀚，拜托你了。好，来，今天我们讲一下于北辰这个好了。你刚刚已经笑得很开心。其实如果我们刚刚讲到赖清德总统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机会？我们不要忘了也就是今年因为抗战胜利，而且是中国人民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80周年，那同样的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所以其实台湾光复节又是另外一个其实可以用的时点，但是没用，因为睡着的人是叫不醒的，假睡的对不起，假睡的人是叫不醒的。你讲的对，台湾光复节还比较好。对，暐瀚建议的话，改一下台湾光复节。是，那个至于说主持人要求一定要讲于北辰，那你的专业，其实于北辰的问题就是他其实跟我们刚刚讲到的很多的状况是相仿的。也就是莱尔校长，为什么？因为趁他有流量，所以才有 deepfake， 所以才会做出这么多的一个无论是梗图啊，或者是动画，真正的原因在这边。不过同样的我以前也劝过这个我们于北辰同学那也就是说其实你要上节目的时候准备一下，因为我之前看到他上节目就是2个肩膀扛个脑袋，然后直接上节目，所以他会讲错这么多，一点也都不意外那而且呢，这个问题影响的也就是，如果我们来看，其实讲于北辰在对岸的社群媒体上是非常有流量的。为什么？其实这是一种可悲因为他们的结论，也就是大陆人民的结论是，如果台湾的将领都长成这个样子的话他们就放心了。那但是他们说，但他们有但书他说其实我们还看到的就是帅化民将军或者张燕廷副司令还有厉正杰将军这些人，其实他们觉得这些还是很有这一个专业素养的所以我们这样讲是最重要，要抗拒诱惑不要因为当初于北辰跟我讲他离开了国民党之后，也就是再也不上 TVBS， 再也不上中天的节目的时候，他说这个绿营的媒体节目真多他一个礼拜他有30个通告，那也就是说他有30个节目邀请，那一个节目我们假设他是3000块的话，我们就知道哇，这真是盆满钵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怪不得他要讲那些可笑的事嘛，在海上还可以等红绿灯那个上岸的时候还要先下载 Google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真正住土房错的恐怕就是于北辰将军。这样讲完，我们要跟那个来宾道歉了吗？